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受欢迎的中式点心——蛋黄酥。蛋黄酥是一款经典的中式酥点。中式酥点的酥皮由水油皮和油酥皮两部分构成。我们先来制作水油皮。水油皮里的油，我喜欢用无盐黄油，它比猪油吃起来更有淡淡的奶香味儿，而且比猪油更能够保持酥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用等量的猪油来制作。将它用微波炉加热20秒左右，到这种几乎要全部融化的状态备用。中筋面粉中加入细砂糖，稍微搅匀，然后加入水，水量要根据面粉的吸水性进行调整。这个面团我们要和得软一点，如果面粉吸水性强，就补一点水，稍微搅拌一下，然后加入刚才融化好的黄油，用手揉成团。成团之后先盖好，静置5分钟，可以节省揉面的时间。5分钟之后揉几下，面团就可以揉到比较光滑。接下来我们要把面团揉到出模，用刮板把面团切成小块，这样可以帮助面团快速出模。把它们聚集到一起，然后在揉面垫或台面上进行揉面，用一只手像洗衣服一样的动作，把面团不断往前搓，把面筋拉扯开，这样才会促进面筋形成，让面团快速出模。我们揉到面团抻开，能够形成一个厚的模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揉出手套模。揉好的面团是非常柔软的，柔软度和我们的耳垂差不多。如果面团太硬了，最后容易破酥。将面团放进保鲜袋中密封好，冰箱冷藏松弛30分钟。这期间我们来制作油酥皮。制作油酥皮我们用猪油，它的开酥效果是最好的。油的用量也要根据面粉的吸水性进行调整，以免太干。将猪油和面粉用2只手抓在一起。这一步如果怕面粉飞溅，也可以在碗中或者在保鲜袋中操作。可以借助刮板来聚集面粉。形成一个面团之后，在案板上用掌根不断向前搓，把面团搓透、搓匀、搓细腻，让面粉和油脂充分融合。将油酥皮搓成长条，平均分成16份，每份14克左右。每份搓圆，用保鲜膜密封好，防止变干。接下来我们来准备内馅儿。包蛋黄酥的豆沙我们要选择油性豆沙，如果包装上没有写明，你可以摸一摸它的质地，它比较干，摸上去很油，而且不会粘在手上。如果用水性红豆沙，它会粘手，很难操作，而且包制的时候馅儿会乱跑，不好收口，在烤制的过程中也容易让蛋黄酥爆裂。将豆沙分成16份，用厨房秤称量每份的重量，20克一个，将它们搓圆备用。咸蛋黄我这里只能买到这种真空的熟蛋黄，它可以直接拿来包制，不需要特殊处理，但是它没有那么圆。如果用现磕的生蛋黄，可以在表面喷上高度白酒，用烤箱180度烤5分钟左右，但不要烤到流油。用厨房纸稍微吸一下表面的油，这样方便包制。将红豆沙捏成一个碗状，把蛋黄扁平的一面朝上放，然后一个手转动蛋黄，用另一只手的虎口部分把豆沙馅儿慢慢往上推，来包住蛋黄，这样豆沙和蛋黄之间才不容易有空隙。最后把它封口，四周稍微捏圆即可。将它封口朝上放，用保鲜膜盖好，放到冰箱冷藏备用。水油皮松弛了30分钟，如果冰箱里放太久，你需要让它稍微恢复一下室温，否则它会太硬。松弛之后的水油皮能够抻出透光的薄膜，有很好的延展性。只有延展性足够好的面团，它才不会在多次擀卷后变得非常薄的情况下破掉。所以揉面和松弛这2步都不可以偷懒。将水油皮搓长，然后也平均分成16份，每份约17克。开酥成功的关键是室温，一定要保证室温在20到24度之间。太热面团会出油，会混酥，而太冷面皮太硬，也影响开酥的效果。在操作水油皮的过程中，每一步都要马上用保鲜膜密封严实，防止风干。将每个小面团像这样向后抻几次，就形成了一个光面。如果是形状比较规则的面团，也可以直接压扁包制。将面团放在一个盘子中，用保鲜膜密封好。擀面团我推荐使用硅胶垫或揉面垫，这样不需要撒手粉，也不会粘。取出第一个小面团，其余盖好，光面朝下，
压扁，放入一个油酥面团，然后用虎口将水油皮慢慢往上推，包住油酥面团，最后封口捏紧，可以捏成一条线这样。将包好的面团用保鲜膜盖严，防止水分流失。所有面团都包好后，拿出第一个包好的面团，接缝朝上放，将接缝横着放，这样擀开时接缝不容易裂开导致破酥，确保接缝粘合好。将擀面杖放在中间，压一下，然后轻轻向下擀一下，向上擀一下，再向下一下，再向上一下，擀成16厘米长就可以了，不要来回擀，然后轻轻从上到下卷起来，放回保鲜膜下面密封好。所有卷都擀好之后，室温静置10分钟。静置的目的是让面筋放松下来，这样在接下来的擀卷过程中，面皮才有很好的延展性，不会被硬拉开而导致破酥。10分钟之后，拿出第一个卷，接口朝上，用手按扁，用擀面杖这样压3下，让面皮分布均匀，然后还像刚才一样，分别向下、向上、向下、向上擀4次，擀成长度为18厘米的面皮，不要来回擀，也不要擀太长。然后轻轻卷起来，放到保鲜膜下面密封严实。注意每个卷之间要分开摆放，不要粘连到一起。全部卷好后，盖好，松弛10分钟。这一步松弛的时间不要过久，因为油皮已经擀到非常薄了，时间久容易混酥。松弛好后，拿出一个卷，接缝朝上，用手指中间压一下，两边捏过来，用掌根压扁，然后盖上一张保鲜膜，这样可以防止擀的时候表面破酥。先横着擀开，再竖着擀2下，最后擀圆，呈直径约9.5厘米的面皮，尽量擀圆一点。慢慢撕下保鲜膜，将面皮从硅胶垫上慢慢揭下，表皮还是很光滑，没有破皮的。将馅料接缝朝上放在面皮上，这样翻过来后，蛋黄鼓的一面就朝上了。将面皮慢慢包住大半个馅料，这样不会有褶皱。翻过来，用虎口慢慢将面皮往上推，聚拢到中间。这时候的面皮还是很有延展性的。如果你感觉面皮很难推，那么可能是你的面皮没有做好保湿工作，有点干掉了，或者室温太低了，面皮发硬。用虎口将面皮收拢，所有边都聚集到中间，形成一个小尖角，这样收口才收得牢，不会底部裂开。最后将小尖角捏牢按扁就可以了。翻过来稍微搓圆，如果面皮擀得不够圆，有一个角落比较短，就会出现这样的缝隙，那么最后底部可能会裂开。将包好的蛋黄酥摆入烤盘中，如果不是这种不粘烤盘，下面要垫烘焙纸或者硅胶垫，每摆入一个都用保鲜膜盖好，盖2张，防止有漏洞。所有的蛋黄酥都包好之后，室温静置松弛30分钟。这一步让面筋松弛一下，可以防止蛋黄酥在烤制时候爆开。这期间我们可以将烤箱预热到180摄氏度。松弛好后，用羊毛刷在每个蛋黄酥上均匀地刷上蛋黄液，然后手指蘸水，蘸上黑芝麻，粘在蛋黄酥中央。每涂一个蛋黄就点缀一个芝麻，这样芝麻粘得比较牢固。将烤盘送入预热好的烤箱中层，上下火180摄氏度烤30分钟。30分钟之后关火，表面盖上锡纸，焖5分钟之后再出炉，这样可以确保蛋黄酥完全烤透。蛋黄酥出炉之后，先不要去碰它，不然会碎掉。等到完全冷却，再从烤盘中移出。我们切开一个看一下，已经酥到掉渣了，里面层次分明，咬一口咸甜交错，还有淡淡的奶香味儿，真是酥到爆炸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它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